嗨，干啥呢？做我看节目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全工。久违了，宝贝们，全工也许会迟到啊，就是迟到了。欢迎收看《教老诞生》第11期，加气泵扫盲行动，硬核气泵知识全扫描。完事。模型专用的气泵本身使用上难度不高，这不能怪我快，工业泵就稍微复杂一点。完事，真不怪我，谁叫我弄得懂呢？其实我一直苦恼这个气泵的部分怎么讲，不过回想了一下刚开始接触气泵，抉择也是十分纠结的，碰到麻烦也是焦头烂额，掏心掏肺。本期全部都是干货，开搞。第一问，入不入手气泵？如果要在模型制作的道路上持续前进，气泵是你无法避免要购买的得力工具。当然，这要考虑到自身喷涂环境。如果并不适合，也没必要放下一切拉着气泵去流浪。第二问，喷罐、硅泵、手持泵是不是好的选择？喷罐是最差的选择，颜色不能调，几乎不能做渐变，价格也高，我不推荐。如果是没有任何喷涂条件，偶尔爽一下过个瘾还是可以考虑的。但是喷罐补土的确是个好东西，后期可能剩几个零件需要来回插件修件的时候，喷罐补土随拿随喷，还能省下调漆吸笔的步骤，还是挺香的。硅泵、手持泵之类的可以用，但也仅仅是可以用。目前大多数产品还存在着工期不足、气压不稳、多种无法避免的弊端，算是一个小弯路。预算不多或者不怕麻烦的小伙伴可以选择拿来凑合一下，凑合完大多数人要么丢掉，要么升级气泵，要么就弃坑了。如果刀架在我脖子上，非让我在硅泵和手持泵里选一个，那还是选硅泵吧。手持泵拿着累，主要是硅泵也许比手持泵劲儿会大一点。第三问，模型专用的泵和工业泵有什么区别？稍稍为这个问题里的两个主语做一下定义。模型专用气泵，这里指的是购买时标题里含有模型专用气泵的标识，工业泵就是购买时不含模型专用气泵的标识的。随意搜索气泵就会发现，模型专用气泵比同参数的工业泵价格贵，贵的还不是一星半点，贵的是3星又2/4点。那么它为什么这么贵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参数差不多的模型专用气泵和工业泵本质上没得任何区别，用于喷漆一样的呀。第四问，气泵的噪音情况是否乐观？这也是大家选择气泵时非常顾虑的问题。上实测，实际体感详细描述的话，第一个，用冰箱压缩机当做泵头的冰箱泵，使用时只要打开风机，工作时是没有什么噪音的。我个人判定为声音连自己都听不到。像一部分的电磁泵可以参考这一部分。小型工业泵这类的泵和模型泵本质没有区别，所以小型模型泵也可以参考这部分。这是无油空压机，声音大概是隔着门，听得不明显，不会吵到邻居。使用者开喷气箱风扇可以忽略掉气泵声，唯一可挑剔的部分就是工业泵螺纹不适用于我们常用的小口径喷笔，但一个转接就解决了，这个我们后面再细讲。再有一个情况就是工业泵打满气之后会噗嗤一声，具体原理我不了解，但应该不是气罐上的泄压阀，应该是开关之类的，就像这样。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掉这个噗嗤？懂原理的和有解决办法的老哥可以私信我或者评论留言。如果去得掉，那使用体验就会好太多了。关于停机的这下声音，模型泵会比工业泵小上不少。大型的工业泵的话也一样，需要转接也会噗嗤噗嗤，特点是声音巨大，隔着门也一清二楚。突然的打气和噗嗤能给旁边人灵魂吓出本体5厘米。用这个在家绝对会挨打，要么别买，要么挨揍别哭。有了前面4问的肯定答案，就可以正经的考虑购入了。硅泵和手持泵大部分都有工期不足和气压不稳的问题，喷涂过程也会较多的产生堵笔或者出气不匀的问题，使用时效率也不高，并不是很好的选择。对于模型来说，气泵带气罐
是非常重要的。主要发挥2个作用，一个是分离打压过程中产生的水汽，二就是稳压。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气泵刚开始会猛猛干活，等打气差不多时，气泵就休息了。等你喷漆消耗了一定程度，气泵再次猛猛发动。也就是说，气罐的存在可以减少喷漆过程中吐水珠的可能性。更重要的是，能让我们的喷笔气压一直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。所以，不论是常规的平喷，还是拉线渐变之类较为精细的操作，都是有帮助的。所以，尽量选择带气罐的气泵。小经验，气罐记得放水，长久不放水会有锈穿的风险。功率参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越大越好。具体点来说，我举一些真实使用过的直观感受。AF186 如果熟练度上来，保持长时间出气的状态的话，是不够支持一个人喷涂的。泵头长时间处于打气状态，天热会停机。601G 会稍微有所改善，一个人喷涂勉勉强强，天气过热依然会停机。602G 一个人喷涂足够，因为气罐变大，泵头工作时间会减少，但是一个人以上打呗。极端状况会让2路及以上的喷漆掉压到标准喷涂气压以下。1500瓦50升，足够2到3个人喷涂，打满一次大概够2个人喷涂30分钟左右的样子，数据并不完全准确，但2-3个人喷涂气压很稳，不会掉就是了。350瓦50升冰箱泵，一个人使用非常足够，但2-3路共同喷涂，泵头会长时间处于打气的状态，但不会出现过热停机掉压的情况。冰箱泵稍微有些麻烦，还需要自己加注冷却液。还有一个小情况是我用了6个月左右的时候，这个泵头坏掉了，不过还好卖家很负责，协助换了一个新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个例。这里可以顺便说一下我采集到的 L5 气泵的使用感受。开机后没多久会维持在 1.2 bar 左右，维持出气会掉落到1 bar 左右，一个人用没问题，但是想要高一些的气压就费点劲。本视频无任何广告，避免广告嫌疑，大家可以自由翻找和交流好用的模型泵品牌和型号。挑选气泵的时候，主要参数就是功率、气罐容量、停机压力这几个参数，但是也需要理解，市面上部分模型专用泵或许会出现功率、气罐容量相关的性能参数虚标，工业泵可能会出现噪音分贝的虚标，可以适当模糊数据。气泵到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先查验，关掉气泵出气口阀门，开机，确认气泵运转正常与否，以及打气声和振动声是否均匀无异响。等打满后，是否自己会停机，保持气罐有压力的状态放置一晚。第二天再来查看压力表，如果一点没掉，那就是很棒棒；如果掉了1公斤左右，也算正常。如果差的数值很大，请立刻联系卖家。气泵运费一般都不便宜，一定要趁早确认是否有问题。另外，大家也不用担心气泵会不会爆炸，那么一丢丢压力不足以让铁罐子爆炸。放心好了，我用这么多年没爆炸过，如果爆炸了，应该就是爆炸了。气泵选择完毕，下一步就是具体使用的问题了。首先要确保它不会漏气。曾经有一个静谧的夏夜，我在梦里看见我做的海牛正在喂鸽子，鸽子越喂越大，然后突然一声噗，我以为是我鸽子炸了，没想到是漏气的气泵突然自己打气了。因为工业泵和模型专用泵的接口不一样，很多小伙伴买来不知道怎么转接，就会漏气，甚至不敢对工业泵下手。先给大家看一个表格，这里只需要注意1分、2分这2个尺寸即可，对应的分别是1/8和1/4的螺纹。喷笔大多数是1/8螺纹，恰巧模型泵出气口是同样的尺寸。在不做分落、不接更多水格的情况下，直接买一个2头都是1/8内牙的编织气管，拧上就可以开喷了。下单前记得确认一下气泵的接头是不是长这样，如果不是，需要跟商家确认一下出气口的螺纹。小经验，非常建议大家最后一段买编织气管，因为根据人教版高一物理必修1第3章牛顿3大定律第1课学到的力的作用是相互的。弹簧 PU 管在使用时，你以为你在拉着它，其实是它在拉着你。配合使用喷笔会更费力，直的 PU 管也不舒服，你将永远纠结揣测它会去往哪个方向。最好的就是编织软管，
在椅子或者桌上留一段合适的距离，然后固定一下，就算是最合适的选择了。工业泵的转接其实也很简单，工业泵的出气口大部分都是 Y1/4 压，买个内2分 Y1 分的转接头，其他的就跟模型专用泵就都一样了。以上配置完就能正常使用了，不过也有麻烦一些，但确实提升效果，算是最佳的方案。温馨提示，以下内容可能会令人头大，大家可以合理跳过，配合截图使用即可。大部分人的使用状况是单气泵、单工位、多喷比，所以连接顺序大概是气泵附加一个水格 ，C 是母快捷 ，C 是公快捷到喷比。连接方式是气泵出气口安装一个1分或者2分插8毫米外径的 PU 管的快插头 ，PU 管在前端使用是没什么问题的，便宜又好找。水格这边进气口插一个 Y2 分内8毫米的快插头，另一侧安装2分的对丝。连接 PU 管和两头都是2分的编织管，顺便在编织管另一头拧上 C 式快拆头。这种 C 式的快拆头在工业上用的比较多，会比我们模型专用不要好用太多。喷笔这头连接 C 式快插头，最小的都是2分，所以需要一个内1分 Y2 分的补芯儿，把手里有的喷笔都挨个拧上。这种操作的好处就是在我们很顺手的地方多了一个可以观察气压、调节气压的水格，多一个水格，水汽的分离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。这个快插头之前的视频里也出现过，切换喷笔异常方便。另外，这个圆滚滚的东西十分舒适，会让喷笔的手感好太多了。多工位设置不适用于大部分的小伙伴，暂时就不啰嗦了。如果十分需要，可以点赞3连告诉我啊，破赞破2000就更新一波。顺便提一下水格，水格可以考虑入手一个相对好一点的，破的容易压力不准，没准一整年用下来，气罐里边一点水汽都见不到。小经验，调压也很简单，把水格上面的旋钮拔起来，看一下上面指示的箭头，加号就是增压，减号就是减压，调完摁回去就行了。最好是摁着喷笔的状态下进行调节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出气中和出气停止的状态下，指针的位置是不同的。摁着喷笔调压才是调出气的气压。大部分高大模型的喷涂1公斤左右都是 OK 的，个别状态 0.9 到 1.2 这个范围都可行，也要看大家后续形成的喷涂习惯。以上基本是我自己使用气泵开始，从选择到调节到使用遇到的大部分能总结的经验情况了。如果大家使用气泵上还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多多留言，走一波弹幕。很感谢大家的等待和支持，有时候真的会暗暗感叹，真是三生有幸能拥有现在的一切。感谢工作室每位小伙伴，感谢每一位关注和观看我视频的你们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有时间去我们淘宝店还有我们的交流群看一看。我是全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